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Andy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人类史上最不可思议的谜团，那就是玛雅文明。玛雅文明呢，差不多形成于公元前1500年前，是分布于现在的墨西哥东南部、危地马拉、洪都拉斯、萨瓦多的远古文明。虽然是在远古时代，但是玛雅文明在天文学、数学还有文字方面都有了很高的成就。玛雅人呢，在很早的时候就学会了用画画的方式来表达数学的概念。他们的数字是由3个符号组合而成，用一个贝壳呢来表示0，用一个点来表示1，和横线呢来表示5。而我们今天的数学呢，还要用0到9 10个符号才能完全表示出来。玛雅人有一个最让人感到迷惑不解的，就是他们的历法。科学家们发现玛雅人的历法中有3种不同的纪年法，它们分别是金星年，它的公转周期是225天；地球，它的公转周期是365天；还有卓尔金年，它的公转周期是260天。我们知道玛雅人的金星年、地球年都计算得相当准确，误差每年差不多仅为 0.0002 秒，换算成秒也就是差不多每年只有 17.28 秒左右，比我们现在使用的历法更为精确。而这2颗星体在太阳系里面都能找得到。但什么是卓尔金年呢？这让很多人都摸不着头脑。卓尔金年每年13个月，每个月20天，这样刚刚好是260天。但是为什么玛雅人用260天来表示呢？而且现在玛雅人的神话传说中也没有260天，也没有260天乘13个月的任何证据。也有的人认为卓尔金年与其他2种历法是相同的，都是用来计算天体运行周期的。地球年是计算地球运行周期的，而金星年呢是计算金星运行周期的。那么很简单，卓尔金年就是计算卓尔金星的运行周期。但是奇怪的是，太阳系里面根本也找不到260天绕着太阳运行1周的行星。那我们知道太阳系里面有8大行星：水星、金星、地球、火星、木星、土星、天王星、海王星，这8大行星。但是按照天文学的计算，如果真有一颗周期为260天的行星，那么它的轨道应该在现在的金星和地球之间。假如卓尔金星存在的话，那它是什么时候存在呢？按照卓尔金星的运行轨道，它是一颗非常适合生物居住的一颗行星。也许卓尔金星在那个时候已经是科技非常发达的一颗新星体，正在发展着自己的高科技文明，也是蕴含着丰富的水资源和许多高级生物的星球体，就像是潘多拉的星球，非常漂亮。可是呢，突然有一天，他们突然发现到有一颗陨石正在砸向他们，使他们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他们的家园，所以他们也逼不得已离开了自己的星球，要流浪到另外一个星球，所以就选择了他们最近的一颗星球。没错，那就是地球。那个时候还是恐龙正在统治着地球，所以他们发起了对恐龙的灭绝攻击。科学家表示，恐龙的灭绝原因很大一部分是由于陨石的坠落、爆炸而产生的窒息性行为，对恐龙造成了这场浩劫。但是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卓尔金星人他们为了逃离自己的家园，不得已动用一些相当于是核武器去攻击地球，造成地球上的恐龙和其他种类的灭亡？相反的，植物在这个浩劫中并没有灭亡，也许是要把地球创造出类似他们的居住环境。现代天文学家发现，金星与地球之间虽然没有任何星体，但是存在着一条陨石带，它由无数大大小小的陨石构成。地球上看到的流星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这条陨石带。那也有科学家推测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太阳系里面确实存在着一颗周期为
260天的行星，其位置正好位于金星与地球之间。左耳金星也许是战争原因，左耳金星能自我毁灭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的，但是有一部分人乘坐了太空飞船来到了地球，所以玛雅人不得不选择在酷热的热带雨林里居住，因为他们的祖先是左耳金星人。人类文明通常出现在河流区域，比如美国的密西西比河、中国的长江、黄河流域，还有非洲的尼罗河等，这些地方都有丰富的人类文明。而玛雅人在完全有条件选择良好居住环境的情况下，但是他偏偏在热带雨林这种湿热的环境下生活，那他的目的有可能是在有意的避开其他还是原始社会的地球了。所以因为陨石的坠落或者是战争所带来的灾难性改变，那当中最冤枉的就是恐龙了，因为他们遭遇了种族的灭绝。而且我们发现，那玛雅人建造巨石建筑和大型金字塔的时候，那些巨石是从哪里来，又是从哪里运来了？他们既不愿车辆，也不愿牲畜，更不愿什么金属杠杆，而且在热带雨林里，四周围全部都是森林，也没有交通运输所需要的道路，只有一些大型的平地。那么在建造那些大型金字塔和巨石建筑的时候，左耳金星人就用飞碟作为运输巨石的交通工具，而大型金字塔周围的平坦广场就是飞碟的停机场。特别是在1952年，人们从玛雅古城帕伦克的废墟中挖掘出一块石板，石板上刻有人物和一些复杂的图案，那浮雕中的图像竟然与现代宇航器非常相似。一个穿着铠甲的玛雅人好像正在进行着什么操作，鼻子的旁边有一个类似机器的用来呼吸，左边似乎有一个像是发动机的设备，后方还有火焰在喷发。再看清楚一些，甚至还能看到排气管、仪表盘还脚踏板等，就连拉萨的航天专家都十分惊叹。世界著名的人类遗址玛雅金字塔位于奇琴伊察的正中，是为羽蛇神而建的神庙。什么是羽蛇神？羽蛇神是一个在中部美洲文明中普遍信奉的神明，一般被描绘为一条长满羽毛的蛇。传说中，羽蛇神主宰着天体运行规律，发明了书籍、历法。那羽蛇神还代表着死亡和重生，是祭司们的保护神。在现今流传的最大的有一座在奇琴伊察以羽蛇神命名的金字塔，那金字塔的地基呈方形，四方依阶梯上升。那金字塔的顶端呢是庙宇，在金字塔的北面两底边雕有2个蛇头。每年春分、秋分2天呢，太阳落山的时候，可以看见蛇头投射在地上的影子与许多个三角形连在一起，显现成为一条飞蛇，并随着太阳的位置在北面滑行下降。那顶端是庙宇，是祭司为了在节日期间献上当时最勇敢的勇士，以代表对神的敬畏之心。从这里也对我们产生了一些疑点，为什么他们用活人献祭这种方式去敬畏羽蛇神？那传说中的羽蛇神就像是一条长有羽毛的蛇，看上去又像是恐龙。那有可能左耳金星人他们为了他们的生存目的，不得不毁灭地球上的大部分生物，特别是恐龙。但是呢，又对恐龙产生了愧疚感，就像是1942年当时的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，阴差阳错的到了美洲，误以为那里就是印度，因此就把当地的印第安人称为印度人。而且当时的西班牙殖民者肆意的侵占美洲大陆，使印第安人人口锐减。而到了20世纪，尤其是在经历了2次世界大战之后，伴随着印第安人的一系列运动和主流社会的尊重，印第安人逐渐取得了政治和经济上的自主，所以就让当时的玛雅人以不同的方式来敬畏他们。而且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玛雅预言。玛雅人预言了他们的文明什么时候消失，还预测了
人类将发明汽车、飞机、火箭等高科技产物。还有就是会出现战争狂人，甚至预言到了人类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。当然，也是我们所知道的2012世界末日，虽然还没有发生，但是有没有觉得这些不是预言？这些像是玛雅人他们之前所发生的左耳金星的历史，他们正在用他们的经验告诉我们，随着文明的进步，这些发生是必然的，而且也会伴随着人类的贪婪和欲望，历史必然重演。当然，最后人类也会挺过最糟糕的时刻，进入一个新的纪元。我想这也是玛雅人的末世预言最想要向人们表达的吧。也或许是他们的文明消失之后，玛雅人已经穿越到了另一个新的纪元，在那个地方观察着我们了。